我才3岁的小孩，上的那么粗的手就打到身上的，有多痛！必须死刑，我不接受任何条件，我就在这里说，我不接受任何条件。大家好，我是小小，欢迎来到24探案。一个生命微弱到几乎无法被感知的小小身躯，被送进上海一家儿童医院急诊室，医生震惊，警方介入。而随着调查的深入，一个被谎言和暴行层层包裹的悲剧，才开始缓缓揭开它最残忍的面纱。一个本该被呵护、被珍爱的生命，究竟经历了怎样的非人对待？而那些本应守护他的人，又扮演了怎样的角色？黄子彻，一个出生在安徽省淮北市睢溪县的普通男孩，2024年时年仅3岁半。他的生活本该充满童年的欢笑，却因家庭的破碎和监护的缺失，走向了悲惨的结局。黄子彻的父母马女士和黄某，在孩子约1岁时因感情破裂分手。马女士发现黄某多次出轨，忍无可忍，带着年幼的黄子彻离开，开始独自在上海打工抚养孩子。她一边工作，一边悉心照料儿子，生活虽艰辛，但母子相依为命。然而2024年1月24日，平静的生活被打破。黄某带着几个亲戚找到马女士，谎称黄某的母亲身患重病，想见孙子最后一面。马女士心软，同意让黄子彻随父亲回去探望奶奶，原本以为孩子次日就会归来，谁知这竟是他与儿子的最后一次见面。黄某不仅未归还孩子，还以永远不让马女士见孩子为要挟，逼迫她签署了抚养权转让协议。马女士无奈妥协，只希望能通过缓和关系，日后接回孩子。然而黄某随后将她拉黑，切断了所有联系。黄子彻从此被带到上海浦东新区，与黄某及其女友赵某共同生活。在接下来的7个月里，黄子彻的生活如同被藏起来。据邻居后来向马女士透露，孩子经常吃不饱饭，甚至要到邻居家讨食。炎热的夏天，他总是穿着长袖长裤，遮盖身上的伤痕。邻居曾看到他脸上有伤，询问时，孩子却害怕地说不敢说。这些细节无不指向黄子彻在离开母亲后，长期生活在恐惧和施暴之中。2024年8月24日晚21点，上海某儿童医院的急诊室接收了一名深度昏迷的3岁男童黄子彻。据黄某和赵某的说法，孩子是在浴室洗澡时不慎摔倒，导致昏迷不醒，随即被送往医院。然而接诊医生的检查结果却令人触目惊心，黄子彻不仅深度昏迷，面色苍白，全身更是布满了触目惊心的伤痕，身体多处部位遍布瘀斑，甚至还有陈旧性外伤痕迹。诊断显示，黄子彻因严重颅脑损伤导致脑死亡，生命体征极度微弱。医生尝试全力抢救，但孩子的情况已无回天之力。8月28日，黄某向医院提出放弃治疗，但根据规定需通知孩子的生母马女士。马女士接到医院电话后震惊万分，立即赶往上海儿童医院的 PICU 病房。她看到儿子插满管子，脸上青紫，身上遍布伤痕，腿上的咬痕红肿未退，内心几近崩溃。医生私下告知她，孩子的伤势绝非摔倒所致，而是长期施暴的结果。在医院，马女士见到了黄某及其女友赵某，她质问两人孩子伤痕的来源。赵某承认腿上的环状伤痕是他咬的，声称是孩子先咬了他才还嘴。面对马女士的愤怒追问，赵某态度嚣张，甚至反问：你能拿我怎么样？而更令马女士寒心的是，黄某不仅没有为儿子讨公道，反而维护赵某，甚至在孩子住院期间，两人在社交平台上继续秀恩爱。愤怒和悲痛之下，马女士当即报警，要求彻查真相。2024年8月30日，上海市公安局浦东分局以涉嫌施暴罪对赵某实施刑事拘留。警方迅速展开调查，调取了事发地附近的监控视频。监控画面揭示了令人发指的真相。8月24日上午，赵某将黄子彻带到一个偏僻无人的地方，用手、拖鞋和棍子对孩子进行施暴。视频清晰记录了他连续扇打孩子，甚至将孩子打倒在地，再用棍子。最终，孩子因颅内血管爆裂导致昏迷，这成为致死的关键原因。
警方出于保护马女士心理的考虑，口头转述了内容。监控视频的发现为案件定性提供了关键证据，彻底推翻了赵某遇事摔倒的谎言。警方进一步调查发现，黄子彻身上的陈旧性伤痕表明，他在此前的数月中曾多次遭受施暴。10月16日，上海市公安局浦东分局出具了鉴定意见通知书，确认黄子彻的死因钝性外力作用致颅脑损伤，引起中枢神经系统功能障碍死亡。这一尸检结果进一步坐实了赵某的暴力行为是导致孩子死亡的直接原因。10月20日，马女士的代理律师刘娇表示，案件最初以施暴罪立案，但根据尸检结果和监控证据，不排除转向故意伤害致人死亡罪的可能性。8月24日，上海儿童医院在接诊黄子彻时，发现其伤势异常，第一时间向警方报案。医生的专业判断为案件调查提供了起点，孩子的多处瘀斑和陈旧性伤痕成为怀疑施暴的直接线索。警方调取了事发地附近的监控视频，清晰记录了赵某在8月24日上午对黄子彻的施暴行为。视频不仅揭示了致命一击的过程，还证实了赵某的谎言。这段证据成为案件定性的核心。10月16日的尸检报告明确了黄子彻的死因，排除了意外摔倒的可能性。颅脑损伤的严重性与监控视频中的暴力行为高度吻合，进一步锁定赵某的犯罪事实。马女士通过自媒体发布案件信息后，陆续收到黄某和赵某邻居的反馈。邻居透露，黄子彻经常挨饿，甚至穿着长袖长裤遮盖伤痕，害怕说出真相。这些证词为孩子长期遭受施暴提供了旁证。赵某在警方调查初期坚称孩子是洗澡摔倒受伤，仅承认咬伤是自己所为。但在监控证据和尸检报告面前，他的供述漏洞百出，最终无法自圆其说。通过以上证据，警方锁定了赵某作为主要嫌疑人，并于10月正式将案件移交检察机关，进入司法程序。赵某作为黄子彻的直接施暴者，赵某是本案的核心嫌疑人。他是黄某的女友，负责日常照料黄子彻。据黄某描述，赵某在家全职照顾孩子，而他因工作忙碌，很少关注孩子的状况。赵某的施暴行为并非一时冲动，而是长期系统性的暴力。监控视频显示他使用棍子、拖鞋等工具。他的行为不仅导致黄子彻死亡，也暴露了其冷漠和残忍的性格。黄某在本案中虽未直接施暴，但其监护不力引发了广泛争议。他以欺骗手段从马女士手中夺走孩子抚养权，却未能为孩子提供安全的成长环境。黄某自称工作繁忙，孩子由赵某全权照料，声称未察觉孩子被施暴。然而，邻居证词和马女士的描述显示，黄某对孩子的处境并非完全不知情。他在孩子住院期间维护赵某，甚至试图劝马女士撤诉以让孩子早日入土为安，这种态度令人寒心。黄某还曾提到，赵某告知他孩子想换妈妈，并称赵某对孩子管理严格，试图将施暴行为合理化为教育。马女士对黄某的态度极为愤怒，认为他作为父亲未能尽到监护责任，甚至在孩子死后仍关心与赵某的经济纠纷，而非孩子的公道。他明确表示将追究黄某的民事责任。他也给孩子吃饭，是盛了满满就是成人女性都吃不完的那个饭，如果你不吃的话，就给我出去罚站。上海去年的时候高温都达到了40度，就让孩子面对太阳去罚站，一站都是4、5个小时。2025年4月17日，备受关注的上海男童被虐致死案在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开庭。庭审持续约3小时，从上午9点至中午12点30分结束。检方以施暴罪和故意伤害致人死亡罪追究赵某的刑事责任。庭审中，更多案件细节被公开，包括监控视频的内容、尸检报告的结论以及赵某施暴行为的残忍程度。马女士作为受害人家属出席庭审，她在法庭上情绪激动，当庭晕倒，被紧急送医。她反复强调不寻求任何民事赔偿，只希望赵某被判处死刑。在庭审前接受采访时，马女士回忆了赵某的嚣张态度，并对黄某的冷漠感到痛心。她表示，孩子去世后，她一直生活在黑暗之中，希望通过法律为儿子讨回公道，并计划将孩子的骨灰带回安徽老家安葬，
作为精神寄托。法院在庭审结束后表示，将择期宣判。截至2025年5月30日，公开信息中尚未有最终判决结果的报道。律师分析，若赵某的施暴罪和故意伤害致人死亡罪成立，施暴罪最高可判7年有期徒刑，而故意伤害致人死亡罪可能导致无期徒刑甚至死刑。若数罪并罚，赵某可能面临极重刑罚。这起案件的悲剧性不仅在于黄子彻的逝去，更在于它暴露了家庭暴力、儿童监护漏洞以及社会保护机制的不足。黄子彻的遭遇揭示了家庭暴力的隐秘性和危害性。赵某的施暴行为在长达7个月的时间里未被及时发现，邻居虽有所察觉，但因缺乏有效干预而未能阻止悲剧。这提醒我们，家庭暴力往往发生在家门之内，需要更多外部监督和干预机制。黄某作为父亲，未能尽到监护义务，甚至在孩子遭受施暴时选择维护施暴者。他的冷漠和推卸责任令人痛心。这起案件呼吁加强对非监护方家长的法律约束，确保孩子在任何环境下都能得到安全保护。黄子彻的悲剧暴露出儿童保护体系的漏洞。学校、社区、医疗机构等在发现施暴线索时，应有更明确的报告机制和快速响应通道。此外，抚养权变更的法律程序需更加严格，防止类似欺骗式抢夺抚养权的事件发生。赵某的嚣张态度和黄某的冷漠反应，凸显了部分人对法律的漠视。案件的审判结果将对类似犯罪行为起到震慑作用。公众期待法院能够以最严厉的刑罚惩处凶手，为受害儿童讨回公道。这起案件引发了广泛的社会关注，网友们通过社交媒体表达愤怒和同情。马女士通过自媒体发声，获得了许多支持，也推动了案件的透明化。这提醒我们，每个人都有责任关注身边的孩子，及时举报可疑的施暴行为。黄子彻生命定格在3岁半，却留下了无数人对儿童保护的深刻思考。我们期待法院的最终判决能够为小彻讨回公道。这起案件告诉我们，保护儿童不仅是家庭的责任，更是全社会的使命。愿黄子彻的悲剧成为警钟，唤醒更多人对儿童安全的关注。让我们一起为小彻点亮一盏灯，愿他在天堂不再受苦，也愿人间不再有这样的悲剧。感谢大家的收看，下期节目再见。